人到中年的金成琴因公司重组而导致破产，走投无路的他来到汉江边，选择了跳河自杀。本想一了百了，醒来却发现自己被江水冲到了江心的一座无人岛上。他试图报警求生，却被当作是疯子。望着近在眼前的首尔，他决定自己游回去，只可惜水性不好，游了几下差点淹死。无助的他只好在沙滩上写下了大大的 help， 希望有人能够注意到自己。等到傍晚还是无人救援，成琴绝望了，准备上吊轻生。这时他在杂草中看到了几簇美丽的单身花，吮吸着花朵的甜汁，成琴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。既然哪天都可以死，有什么可着急的呢？夜幕降临，对着繁华的首尔，他站在桥下肆无忌惮地呐喊着，仿佛这呐喊给了他新生的快乐。第二天，成琴开始慢慢适应岛上的生活，他收集飘到岛上的一切垃圾来加以利用，还从树林里找到了一只搁浅的鸭子船来当做自己的房子。日子变得简单了。当成琴悠然地躺在岛上的花丛中放着天空时，他忽然明白，任何事都比不上此刻的无聊能让人感到快乐。沙滩上的 help 也变成了 hello。 成琴在岛上发生的一切都被首尔城内的金小姐记录了下来。患有自闭症的她已经3年没走出过房间，屋内的食物盒堆积如山，窗帘常年关着，没有一点光可以透进来。晚上躲在密闭的衣柜里，盖着塑料泡沫睡觉。她没有朋友，就连和父母也是通过短信沟通。孤独的她与外界唯一的交流就是网络。每年防空演练的时候，金小姐才会戴上头盔，用望远镜观察空无一人的街道。这天刚好看到成琴在岛上试图上吊的情形，金小姐吓得摔倒在地。从那天起，金小姐开始用望远镜认真地观察起了成琴。习惯了荒岛生活的成琴不再希望得救，但出现在森林里的一个炸酱面袋却让她差点崩溃。回想起从前有那么多次吃炸酱面的机会都浪费了，成琴肠子都悔青了。他想到船顶的鸟粪里可能有遗留的庄稼种子，便决定种鸟粪，每天和稻草人聊天，悉心照料田地。城市里，金小姐把总是有着奇怪举动的成琴当成了外星人。她决定代表地球人去给她寄信，便买来一瓶红酒倒空，把写着 hello 的信装了进去，偷偷溜出去，把信扔进了岛上的森林里。这是她3年来第一次走出家门。3个多月后，金小姐终于得到了回信。成琴在沙滩上写下了 How are you， 并朝着她的方向热情地打招呼。金小姐看到成琴那么喜欢炸酱面，便鼓起勇气给外卖店打电话，请他们派人送所有味道的炸酱面到小岛上去。看到炸酱面的时候，成琴激动不已，但她还是拒绝了金小姐的面，因为对她来说，一碗炸酱面是她的希望，她要怀着这个希望，自己种出一碗炸酱面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成琴终于种出了玉米，捧着自己亲手做的炸酱面，她喜极而泣。看到这一幕，金小姐也笑了起来，还给她寄了一封写着 Congratulations 的信。成琴越来越好奇金小姐的身份，便在沙滩上写下了 Who are you。 看到这个问题，金小姐愣住了，因为脸上有一块显眼的伤疤。她总是很自卑，她本想用网络上其他女孩的照片来代替自己，最后还是放弃了，没有再给成琴回信。成琴很失望。当天夜里，首尔狂风暴雨，海水上涨，冲毁了成琴的庄稼，还带走了他的家。早上再次一无所有的成琴孤独地坐在麦田里，他所求的并不多，却连这样简单的生活也不能拥有。荒岛的清理人员抓住了成琴，并把他赶出了小岛。看着这一切，金小姐哭了。她打开了房门，跑进了外面那个亮得刺眼的世界，一边哭一边追逐着那辆载着成琴的公车。她终于有勇气告诉她自己的名字，两个孤独的灵魂也终于能够相见。作家麦卡勒斯曾说，孤独是原罪的原罪，但当两个孤独的人互相陪伴时，总会有温暖的事情降临。